大家好，这里是宋说西语，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4号台风泰利登陆广东雷州半岛的情况。那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广东这个登陆位置呢是越来越确定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台风还处于雷州半岛东南部大概375公里的洋面上，那现在是越来越靠近了。那现在登陆的位置可以越来越准确的判定它可能是在广东雷州半岛的这个东海岛登陆这个岛就叫东海岛，这个小岛。那东海岛下边这个小岛呢叫脑洲岛。这个脑洲岛呢，很多朋友可能读半边怕读错，没错，它就是那个脑洲的。那这个字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那这里边脑洲岛有个地方叫宋皇村也是一个很有典故的地方我们回头再给大家介绍。那现在这个台风的风力还在逐步加强，现在已经达到了每秒35到36米每秒的这么一个超强台风的水平。预计这个从广东阳江到海南文昌一带都会受这种强台风影响，整个广东西部珠江三角洲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从昨天开始实际上受这个台风的前面的云团影响我们看一下台风的云团这是台风的这个云团。那么台风云团呢，可以看到，我们看可见光的它已经出现了台风眼肉眼可见的台风眼已经出现了。可以看到整个台风的环流是非常强的。那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广东的部分市县呢出现了中雨包括雷阵雨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其中像湛江的雷州沈塘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达到90毫米。广州南沙龙穴街道呢出现了10级大风那么整个广东海南这个靠近台风区域的这个旅游景点都已经关闭那么今天早晨呢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之后可以说在台风经过的地方呢都已经做好了迎战台风的准备。那受这个台风的影响气温是大幅下降包括深圳今天的气温是25到30度，那么广州呢也是24到30度可以说这个台风确实把温度给降下来了，也带来了大雨和特大暴雨那受这个台风影响在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普遍都有了降雨。那么降雨最大的呢，就是在浙江嘉善，单日降雨量达到了284.5毫米，打破了当地的当日雨量的观察史记录。那么台风为什么会在离台风中心这么远的浙江下这么大雨呢？因为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凌晨呢，受台风泰利的北侧导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各地呢都出现了明显降雨，但是这个降雨过程呢它是不均匀的。我不是讲吗？我们抓了3天的它的降雨预报特别是在宁波一带它的降雨呢就一直在减小，一开始报中雨，后来报小雨，但是我们这基本上没下雨。但是浙江的嘉善就是钱塘江的北岸出现了极端降雨。那么从昨天晚上8点到9点1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93.3毫米其中9点到10点达到了135.3毫米，所以这个特大降雨量是超乎想象的。嘉善离我这儿只有40公里到50公里差不多就过了钱塘江就是这么位置，但是呢我们这儿就几乎没下雨他那就下那么大。所以台风带来这么强的降雨就跟台风北侧的这个导槽有关大家知道台风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有一个强的这个南风区，那么抵达浙江沿海以后随着这个低压导槽转为东南风拐弯进入了内陆，和北方的冷涡和西风槽甩下来的东北风就形成了这种复合，都导致了这种强降雨的发生。那么这个强降雨呢它不会持续，但是呢大家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整个华东地区的这个降雨还是会有的，这是未来3天的降雨情况。这是实时的降雨情况那可以看到华东的降雨呢是逐渐减弱的降雨的主要地区呢还是集中在台风登陆的广东、广西以及这个越南北部地区那么在湖南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也是有雷阵雨的这是台风登陆前后的这个降雨情况。这是台风预计登陆的这个东海岛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东海岛呢它有点像个高跟鞋这个东海岛现在呢和雷州半岛它是有这个大桥相连的。那么整个东海岛大概有
不到500平方公里啊，有20万人左右的居住啊。那么台风啊，这次台风登陆的方向呢，就是先经过这个脑洲岛，然后再登陆东海岛，最后呢穿过雷州半岛，在广西或者越南再次登陆。那么目前4号泰利的位置呢是越来越靠近这个脑洲岛。这个脑洲岛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有一个地名叫什么呢？叫宋皇村。它和宋朝的皇帝有什么关系呢？当然这就是和南宋末年的传说有关了。有个传说是什么呢？这个赵氏以后不是病死了吗？赵氏呢病死之后啊，他的弟弟赵昺继位啊。赵昺继位之后呢，就是说啊，当时说的是在脑洲岛继位啊。整个这个南宋的最后的日子，那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传说啊。目前来说呢，这个脑洲岛上已经没有可以考证的宋代文物的遗存但是还有一些宋代建筑的遗址所以这个脑洲岛呢还是有点讲究的。那么这个东海岛有很多的可讲的地方。这次台风登陆对东海岛上的2个大企业，包括中科炼化和这个湛江钢厂可能都会有影响。这个中科炼化大家看一下，这规模还是不小的有很多装置。这是中科炼化的这个卫星视图，可以看一下。那这呢就是湛江的钢厂。这个湛江钢厂这可是一个宝钢的湛江钢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单位。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大家知道首钢最早的时候呢搬迁它是搬迁到了迁安。搬迁到迁安之后呢，他在唐山呢建了一个唐山港。唐山港当时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从巴西和澳大利亚买的铁矿石，我运到唐山港，从唐山港再运到迁安之后呢，我做冶炼。那后来人家宝钢呢在湛江投资的钢厂，这个钢厂呢直接就在这个靠海边，就在港口上建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如果是从澳大利亚也好，或者巴西也好，运过来的铁矿石，谁离得更近呢？当然是人家宝钢的湛江钢厂更近了。你要运到渤海湾里边到这个位置是吧？那就很远了，还有几千海里，那成本就差很远。所以这个湛江钢厂等于是截胡了。它一下起来了，实际上宝钢起来了，首钢在迁安的钢厂呢，等于是就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宝钢的一个故事那在东海岛的东侧还有28公里长的这个所谓的长海滩，而这个长海滩也是很出名的，当地呢号称的是媲美意大利的黄金海滩的。可以看到这个海滩呢确实是比较漂亮，周边呢也没有太多的商业建筑，它就是一个不错的海滩因为在中国的好的海滩都是在向东的一侧包括海南我们整个海岸线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这个日出是比较美的。那么这个28公里的长海滩呢，目前来说呢看起来还没有怎么开发整个来说呢不是说特别知名，但是在当地来说是很有名的。这是东海岛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个东海岛呢可以说是既有传说又有工业。现在这个湛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在这个东海岛上那么目前来说呢它确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地缘政治优势的因为海南封岛之后海南的进出呢就不如这个湛江这块进出这么方便了，是吧？你比如说它离大洋洲航程最短的这么一个口岸就刚才我们说的铁矿石进口是非常方便的。那它也是进军东盟各国的这么一个桥头堡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东海岛上将迎来了今年的4号台风泰利。所以这个4号台风泰利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泰利现在的这个预测的这个风的情况它现在的风力大小。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台风泰利的位置这是今天下午2点台风泰利的位置。可以看到我们量一下，拿尺子量一下它离这个登陆的位置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可以看到现在呢台风中心距离这个脑洲岛的距离只有151公里了所以它很快的就会登陆在晚上11点登陆之后它速度很快大概在凌晨2点呢就又走出了陆地
接着呢，它会在防城港前后呢，防城港的这个周边啊再次登陆，在广西再次登陆之后呢，向西移动啊，沿着中国和越南的边界啊，它很有可能最后呢会进入越南，在越南呢，在明天和后天呢，衰减为低压啊。这是讲完台风泰利啊，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台风胚胎 98W 的情况，就是这个，它现在啊也很厉害，它发展的很快。我们看一下它的云团啊，那么它的云团的话呢，还是比较散的啊，当然还没有形成台风眼，但是它的这个云量呢也是比较密集了啊，正在有稳定的增长。那么现在这个台风胚胎 98W 啊，预计它的路线啊，它在周4前后啊，会几乎啊也会形成一个今年的5号台风了就。那么在周4左右形成这个5号台风之后呢，在周5呢会从菲律宾北部穿过啊。那么具体的路线呢可能会有变化，目前预测的话呢，可能在菲律宾北部穿过之后呢，它几乎啊和台风泰利的路线一样啊，会在广东的南部登陆。那么这是欧洲机构的预测啊，它的预测呢路线呢目前看起来和泰利几乎一样，包括登陆的位置啊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在雷州半岛的北部。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 GFS 的预测，那 GFS 的预测的话呢就要稍微慢一点。那 GFS 预测呢这个 98W 呢很有可能呢它最终呢它会向更靠北一点啊，只在广东和福建的这些地区啊它会登陆。GFS 的预测呢会在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处登陆。泰利登陆之后，5号台风再次登陆，那么在7月的下旬有没有新的台风生成呢？就概率就比较低了啊。总之来说呢，7月份的2个台风都在7月中旬生成并登陆广东啊，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这是关于台风泰利登陆广东的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晚上呢，在台风登陆的前后11点前后呢，我们会继续出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